今天我要和你深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：冬至现三象，必定生灾祸。你是否曾经好奇，为什么冬至这一天有这么多的禁忌和讲究？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些知识，不仅能帮助你避开潜在的灾难，还能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和财运。那么别急，赶快坐下来，和我一起深入了解吧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将知道如何在冬至这一天避免6个关键禁忌，让财神爷自动上门送财。记得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，让我们一起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最近几年的冬季虽然整体偏暖，但就在这几天，寒潮突然来了，各地都迎来了大降温。特别是在北方，许多地方迎来了204年冬季的第一场雪，而且这次的雪可不一般，鹅毛大雪导致不少学校纷纷停课。南方的朋友们也别轻松，降温幅度更是达到了10几度，真的是一夜之间入冬了。其实这一切并不奇怪，因为冬至节气马上就要来了，这是204年的最后一个节气。今年的冬至是在12月21日，农历的冬月21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天气开始冷了。这时候，一些老人家会说，冬至现三象，必定生灾祸。你可能会问，这3项到底是什么呢？他们真的有道理吗？别急，让我来详细为你解答。冬至现3象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在冬至这一天，如果出现了3种特定的天气现象，那就预示着未来的一年可能会有不好的天气，甚至影响到粮食的收成。24节气是我国古老农耕文明的产物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冬至作为最先被确定的一个节气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冬至这一天，太阳直射南回归线，是北半球昼最短也最长的一天。古人甚至称之为日南至，并且赋予了冬节、亚岁等不同的名字，民间更是将冬至视为大如年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，冬至现3象到底指的是什么，以及它们背后的深意。首先，冬至节气不冷，反而暖和。你可能觉得冬至应该是最冷的时候了，但如果这一天依然暖和，反而预示着未来的天气会持续温暖。这看似好消息，实际上却隐藏着潜在的灾难。因为在传统文化中，冬季是万物休养生息的季节，寒冷的天气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病虫害的控制。如果冬至不冷，意味着冬季的寒气不足，可能导致冬季持续不冷，甚至推迟到第2年的开春。这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生长，还可能引发病虫害，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。更严重的是，这样的天气变化还可能引发极端天气，如暴雪、冰雹或干旱，进一步威胁农民的收成和生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冬季的寒冷对农业如此重要？其实，这是因为寒冷的天气能够有效地控制害虫的繁殖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。农作物在寒冷的环境中能够更好地保存养分，等待春天的到来时再茁壮成长。如果冬季过于暖和，害虫和病菌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繁殖，导致农作物的生长受到威胁，最终影响粮食的产量和质量。这对于农民来说，无疑是一场灾难，因为粮食的收成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计和家庭的幸福。接下来，冬至打雷。古人最忌讳的就是冬季打雷了。在古代，雷声被视为天地发怒的象征，
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，打雷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。比如，民间有冬月打雷黄土堆、腊月打雷刀冰冻、冬至明雷百日寒，以及冬至雷到春寒的说法，这些都是用来预测未来天气的经验之谈。在我家乡也有雷打冬，10个牛栏9个空的说法，意思是冬至节气打雷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牛被冻死。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科学依据，但它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对农业生产的重视。冬季打雷往往伴随着降温和降雪，进一步加剧寒冷天气，对农作物和牲畜造成威胁。想象一下，冬季雷声隆隆，天空中闪烁着雷电，这不仅仅是自然现象的体现，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种警示。古人通过观察这些自然现象，试图预知未来的天气变化，以便提前采取措施，保护农作物和牲畜的安全。虽然现代科技已经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天气，但这些古老的智慧仍然值得我们去尊重和学习，因为它们反映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。第三，冬至刮大风。如果在冬至这一天刮起大风，对于农民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。古代有冬至时节刮大风，来年收成一场空的谚语，意思是冬至节气刮大风，预示着来年的粮食收成会很差。不同地区对风向的变化有不同的解读，如冬至西南，百日阴半晴；冬至南风短，来年多干旱；冬至东风雪满天；冬至南风干半年等。这些都是根据风向变化来预测未来天气的民间智慧。在古籍《月令采集》中还有冬至日，风从南来，名为虚贼，犯则多病，伤人的记载，意味着冬至刮南风会带来疾病和伤害。这些说法虽然缺乏科学依据，但它们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现象的深刻理解和对生活的谨慎态度。大风在冬季往往带来更多的寒冷和不稳定的天气条件，这对农作物的生长和牲畜的生活都是巨大的威胁。农民需要根据风向和风力的变化，及时采取措施，如加固棚舍、增加饲料储备等，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寒冷和风暴。如果冬至这一天刮起大风，这不仅仅是天气的变化，更像是一种预示，告诉农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接下来的寒冬。除了这3项，冬至这一天还有许多禁忌和习俗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这个重要的节气。比如，冬至这一天适合在家中团圆，不宜出远门或前往娘家，因为外面气温寒冷，出远门容易生病或遇到危险。此外，冬至这一天也有不宜同房的禁忌。古人认为这一天人体虚弱，容易影响身体和运势，因此冬至这一天应当适当进补壮阳生阳，避免消耗身体阳气的行为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禁忌是冬至不开市或不开财。冬至是一年中最阴冷的季节，出门逛街购物的人特别少，所以古人认为冬至这一天不宜开市，以避免财运不佳。同时，冬至这一天不宜远行，最好在黄昏时分回家，因为夜间阴气最重，出门容易不吉利，身体容易生病。在冬至这一天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，就是吃饺子和汤圆。饺子在北方人的地位非常高，冬至这一天吃饺子不仅能暖身子，还寓意着招财进宝。而南方则有吃汤圆的习俗，象征着团圆和美满。无论是饺子还是汤圆，这些食物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祝福。除此之外，冬至这一天还有赠送鞋帽、进补暖身、画酒等习俗。
赠送鞋帽寓意着为晚辈添衣增岁，进补暖身则是为了在寒冷的冬季保持身体健康，画酒则是通过绘制消寒图来度过寒冬，迎接春天的到来。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这些禁忌和习俗背后的意义和价值。首先，忌回娘家。冬至之时正是团圆之日，这一天适合在家中团圆，不宜出远门，也不宜前往娘家团聚。更何况冬至时外面气温寒冷，这一天出远门，路上很容易生病或遇到危险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家人们聚在一起，享受温暖的家庭氛围，这不仅能够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，还能共同抵御寒冷的天气，保持身心的健康。其次，不同房。冬至一年戌，夫妻莫同房。这个禁忌在很多地方都有流传，意思是说冬至这一天不宜同房，否则会对身体和运势产生不良影响。冬至这一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认为属阴气至极，开始生阳的日子。此时人体是十分虚弱的，特别是一些老人会感觉浑身无力，头昏脑胀。其实这都是因为节气变化和本身人体阳虚导致，所以此时应当适当进补壮阳生阳，最忌讳消耗身体阳气的行为。这一禁忌不仅仅是对身体健康的考虑，更是对家庭和谐与运势的深刻关注。在冬至这一天，人体的阳气相对较弱，过度的体力和精力消耗可能会导致身体的不适，甚至影响整体的运势。因此，古人建议在这一天减少不必要的体力劳动，保持身体的温暖和舒适，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寒天气。第三，冬至不开市或不开财。这一禁忌是指在冬至这一天不宜开市或纳财。冬至节气由于是一年之中最阴冷的季节，此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处于天寒地冻之中，因此这样的天气自然选择出门逛街购物消费的人就会特别少，所以老话才会流传下来，冬至开市是不兴，冬至纳财不旺。这不仅仅是对商业活动的限制，更是对财运的保护。冬至这一天不宜开市，是为了避免在寒冷的天气中遇到不必要的麻烦，同时也是为了让财运能够稳步增长，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。此外，晚上出门，冬至忌远行，黄昏忌不归。这一禁忌是指在冬至这一天不宜远行，最好在黄昏时分回家。冬至这一天由于天气会至阴至寒，所以此时如果出门远行，大多数情况都会交通不便，因为会有大雪，而且天寒地冻，车也容易抛锚，路面也会结冰，不方便出行。冬至是祭祖团聚之日，大家都会留在家中度过，很少有人会在晚上出门。民间传言，冬至时夜间阴气最重，不适宜出门，不然会不吉利，身体会有疾病。因此，晚上9点过后尽量别出来，且要早早入睡，不然很容易阴阳失调，精神不佳。这一禁忌不仅仅是对天气的应对，更是对健康的重视。在寒冷的冬季，夜间气温更低，出门容易生病，尤其是在冬至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气中，人体更容易受到寒冷的影响。因此，古人建议在这一天尽量避免夜间外出，保持温暖和健康，是对自身和家人负责的表现。接下来，冬至即婚嫁。婚姻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，根据民间习俗，一定要选择良辰吉日。而古人把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和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前一天称为4绝日，
即4离日。这个时候的气场正值混沌未开的状态，所以古人都忌讳冬至结婚。另外，按照传统，冬至这一天要祭祖，如果进行嫁娶等喜庆活动，可能会与祭祖等传统仪式相冲突，不能留枯萎的绿植。这一禁忌不仅仅是对婚姻的慎重选择，更是对传统文化和家庭仪式的尊重。在冬至这一天进行婚嫁活动，可能会打乱祭祖的安排，影响家族的和谐与繁荣。因此，古人建议在这一天避免嫁娶活动，以保持传统仪式的纯粹和庄重。须夫妻莫同房。冬至这一天不宜同房，否则会对身体和运势产生不良影响。冬至这一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认为属阴气至极，开始生阳的日子。此时人体是十分虚弱的，特别是一些老人会感觉浑身无力、头昏脑胀。其实这都是因为节气变化和本身人体阳虚导致，所以此时应当适当进补壮阳生阳，最忌讳消耗身体阳气的行为。这一禁忌不仅仅是对身体健康的关注，更是对夫妻关系和家庭和谐的重视。在冬至这一天，夫妻双方应当相互关心，避免过度的身体消耗，共同度过这个寒冷的节气，以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。祭祖团聚。冬至是祭祖团聚之日，大家都会留在家中度过，很少有人会在晚上出门。民间传言，冬至时夜间阴气最重，不适宜出门，不然会不吉利，身体会有疾病。因此，晚上9点过后尽量别出来，且要早早入睡，不然很容易阴阳失调，精神不佳。祭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，在冬至这一天，家人们通过祭祖活动，表达对先祖的敬意和对家庭幸福的祈愿。这不仅是对祖先的怀念，更是对家庭成员之间感情的巩固和增强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家人们聚在一起，共同祭拜先祖，分享温暖的家庭氛围，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家庭幸福的珍视。吃饺子。冬至饺子，夏至面。饺子在北方人的地位非常高，特别是冬至这一天，饺子更是十分重要的食品。几乎家家都会在这一天包饺子、吃饺子。冬至不吃饺子，冻掉耳朵没人问。说的是冬至吃饺子的必要性。冬至这天已经十分寒冷，吃上饺子可暖暖身子，避免因天气严寒冻掉耳朵。当然，饺子外形和元宝比较相似，因此多吃一些饺子有招财进宝的寓意。很多人家包饺子时还会将硬币包在里面，看谁吃的硬币最多，来年就是最有福的人。饺子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。包饺子的过程充满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，共同完成一件充满温情的事情。而饺子的美味和温暖，更是让人在寒冷的冬季感受到家的温馨和爱的传递。吃汤圆。在南方地区，冬至有吃汤圆的习俗，而汤圆也被称为元宵。一家人一起吃汤圆，象征着团圆、和睦美满。很多商场还会举办吃汤圆比赛，让节日更风趣多彩。而在吃汤圆时，通常是自己多少岁就吃多少汤圆。如果今年18岁，自然就要吃上18个汤圆。而民间也有吃汤圆大1岁之说，吃了汤圆后，第2天就会增加1岁。吃汤圆还讲究吃双数，就算年龄为单数，也要吃双数汤圆，毕竟单数代表形单影只，来年会十分孤独。
而双数就代表团团圆圆、幸福一家，成双成对。汤圆不仅仅局限于甜汤圆，可根据个人口感调制咸汤圆，使猪肉馅搭配各种配菜。其外形是圆球，附带着小尾巴。这种多样化的口味满足了不同人的喜好，同时也增加了节日的趣味性。吃汤圆的过程中，家人们围坐在一起，享受美食的同时，也分享着彼此的快乐和祝福。这种温馨的氛围是冬至节气中最美好的部分之一。赠送鞋帽。中华古今注中有“汉有绣鸳鸯履，招娣令冬至日上厩姑”的说法，其意思是冬至之日，侄子、外甥会给姑姑、舅舅买鞋子赠送。不过在后续的习俗发展中，变成了舅舅、姑姑在冬至日时要给侄子、外甥送鞋子，以表示为晚辈添衣增岁。而赠送的鞋帽，如果送给女孩，鞋子多为花鸟刺绣；如果送给男孩，多为猛兽刺绣。赠送鞋帽不仅仅是一种礼物的交换，更是一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爱和祝福。通过赠送鞋帽，晚辈们表达对长辈的感激和敬意，而长辈们则通过这些礼物传递对晚辈的祝福和期望。这种互相赠送礼物的习俗，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，体现了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和睦、传承文化的美德。进补暖身。冬至这一天已经十分寒冷，很多人都会进补食材，驱寒温暖。而最常见的滋补物就是羊肉，毕竟羊肉性温，冬天多吃一些，全身暖和。再加上羊肉蛋白质丰富，脂肪少，多吃一些可补气血、御寒。很多人都会烧上羊肉萝卜汤，就算再寒冷，身子也会暖洋洋的。当然，也有人会喝上一碗姜汤。姜汤也是一种性温食物，喝上一碗，可很好的暖身驱寒，可提高身体抵抗力，增强阳气。烧姜汤时，也可加上桂圆、红枣等滋补之物。进补不仅仅是为了保持身体的温暖，更是为了在寒冷的冬季增强身体的抵抗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羊肉和姜汤这些食材经过精心烹制，不仅味道鲜美，还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。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身体的温暖，增强体质，预防感冒和其他冬季常见疾病。通过进补，家人们不仅能够享受到美食的乐趣，还能在身体上得到更好的保护，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在冬至时，南方部分地区有吃糯米饭的习俗，这一天会特别蒸上一锅香喷喷的米饭，还会将米饭分享给邻居亲友食用。而酒，寒冬喝上腊八粥也十分应景。腊八粥由多种食材如红豆、花生、糯米等组成，可很好的滋补养生，温补身躯。当然，那些冬泳爱好者也会在冰天雪地里游泳锻炼，既可以强化体质，又能更好的驱寒。这些进补的习俗不仅仅是为了食物的营养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爱。通过一起准备和享用这些食物，家人们能够增进彼此的感情，共同面对寒冷的冬季。同时，这些习俗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健康和幸福生活的追求，通过饮食和锻炼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愉悦。化酒。冬至后，数九也随之而来，而民间就有99消寒图这一传统民俗，它本质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日历，共有81个单位，分别对应着数九。
81天，从冬至开始，一连9天为19，紧接着29、39、99，刚好81天。而每过去一天，就在99消寒图中画上一笔，等全部画满实数9天，春天就此到来。除了画9，外人们也会在冬至这天贴窗花，祈求新的这一年里生活幸福和睦。而窗花的材质多种多样，其设计上千奇百怪，但多表达着美好的意愿。还有些地方会挂上钟馗画像，希望能够驱邪避凶，保佑家人健康长寿。99消寒图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日历工具，更是一种民间智慧的体现。通过绘制和记录，家人们能够共同参与到画9的过程中，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联系。同时，贴窗花和挂钟馗画像也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对邪恶势力的防范。这些习俗不仅仅是为了装饰家居，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和对家庭成员安全的关怀。吃腊肉，喝冬酿酒。在南方不少地区，如四川、湖南，都有腌制腊肉的习俗。冬至之时，很多百姓会将腌制好的腊肉拿出来犒劳自己，而餐桌上有了这盘腊肉，寓意着新的一年能够步步高升。当然，腊肉本就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口感独特，特别是放在米饭锅里食用，香味更是飘满整个屋子。江浙一带也有喝冬酿酒的习俗。入冬之时，家家都会酿制糯米酒，待到冬至时就可以拿出来享用。而糯米本就可以滋补，其冬酿酒自然营养丰富，可活络筋骨，驱除寒气。腊肉和冬酿酒不仅仅是食物和饮品，更是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和分享的成果。通过腌制和酿制，家人们共同参与到食物的准备过程中，增进了彼此的合作和默契。而这些食物和饮品的美味和营养，不仅能够满足味蕾的享受，更能在寒冷的冬季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和营养，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活力。赏梅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，说的正是梅花在寒冬时盛开的场景。古人对梅花的描述很多，不少人更是以花喻人，表达出自己不畏强权、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。其实冬至之时，梅花已迎来开放，此时赏梅可为冬天增加很多情绪，也为枯燥的冬天增添几分美景。冬天尽管寒冷，可很多人都会冒着严寒出去赏梅，学习其坚韧不拔的品质。赏梅不仅仅是一种观赏活动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。梅花在寒冬中绽放，象征着坚韧和不屈，激励着人们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和坚强。通过赏梅，人们不仅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美景，还能从中汲取力量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。这种精神的传承，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，也提升了我们的内心力量。205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年份。愿你触底反弹，否极泰来；愿你的儿子承乾坤之正气，立天地之威仪，自是胸中有竹，顺风顺水，平步青云。愿你的女儿平平安安，健康健康，无忧无虑，无灾无难，学业有成，步步高升。愿你的家人心想事成，财源广进，平安喜乐，凡事心想事成，顺心如意。冬至福至，愿你在寒冷的季节里感受到来自亲人和朋友的深深关爱，犹如热腾腾的饺子，驱走严寒，带来暖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
别忘了点击右下角订阅我，每日为你带来更多有价值的风水信息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愿道德、慈善、福喜伴随你一生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好，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